嗨，到我是孟哥。身为男性观众占了96.9%的频道呢，昨天终于有女性观众卖我车了。这是我身后这台 Kawasaki 忍者650。一般我们在路上看到这台车的配色都是绿色居多，这台是红黑配，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。但是它的前后轮都快不行了，都已经磨光又变形了。机油跟滤芯都要换了，所以待会我们先到 SS 重机，现在把一些该整理的、该换的换掉。另外，这个前车主他有换了我们算是台湾知名品牌的前后避震器，我相信轮胎换完应该会很好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，小孩那边保养。小赖，我来了。小赖，这前轮应该不行了吧？前轮不行了啦，这变形很严重哎。对啊，我刚骑就觉得那撇撇的。对啊，这操控很难操控哦。后轮你觉得怎么样？后轮更糟。我刚转弯超有感，那也是怪，好像有东西在帮我抑制住，用刚刚。对，因为它已经完全是么字形的轮胎。大家看一下么字形，痕迹很明显吧？对，么字胎。来从侧面看。这个之前这个车主用的这个轮胎也不错的哦。对，它是 Super Corsa 大闪。一条新胎也要7、8千块要吧？有，对。真正是么字形。我们换的这组是倍耐力的天使胎，小赖这组应该不错吧？对啊，这组轮胎就是我们都会通勤使用都很适用。小跑一下 OK 吗？对，也还可以。CP 值够高。对。调个链条太松了。对。前刹车皮还有吗？刹车皮还很多。OK， 这皮呢？一样，也还有。对。这台车是双活塞单边卡钳。OK， 轮胎换好了，再来换机油。这个车主不确定什么时候换过机油，所以我们照惯例呢，一样给他换。来看一下油脂，还好，没有特别脏的哦。对，没有特别脏。小丹，那趁这个等机油的时间，可以帮我们看一下，这台车有没有什么待修的部分吗？好，我先稍微外部先检查看一下。我看应该都是没有漏油了。这个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对，而且引擎都非常干净，里面都 OK。对，水车一台，对，漂亮。峰哥，这机油滤芯也把它换掉了。滤芯好像看起来跟它头分较高。对，不确定什么时候换过的一样，就给它换。好。加机油。小赖问一下这台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？就是你修过那么多台忍者650。新一代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，但是旧一代的引擎确实有着蛮大的问题。旧一代是指什么时候年份之前？17年前的。2017年前。对的，2017年前。我现在是2021的，那还好。对。那除了引擎的问题以外，应该也不是每一台都这样。当然也不是每一台啦。对，现在17年前的650，其实头好撞还在骑的也是很多啊。对，就是妥善率的问题啦。对啊。那除了那个大问题以外，其他小问题应该都还好。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重大问题。那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17年的忍者650呢，引擎可能比较有妥善率的问题啦。这个车主前后换吉亚避震哦。我有看到，那美外哦。吉亚当然是我们国产重机界里面国产避震里面算非常好的品牌。所以它这个后面可调啊，前面也是阻尼跟预载都可调嘛。对，前面也是阻尼预载都可调。所以这台往后扔那料底下再配压咯。应该会比原厂的好骑很多了。当然会车身稳定很多了。而且这台车原厂的车主那个原厂后避震也有帮我留着，但是通常一般不太可能换回来。换过这个呢就回不去了。对。而且我发现它有改勾骨头，黑色这一只就是勾骨头，它会把车大概降低几公分啊，大约。要看它装的这个是降多少的，但是一般正常来讲都是大概2、3公分。就是会差一点啊。对。那你的那个脚踩的比较稳一点。对。孟哥，你说方向灯有什么问题？那个会快闪呢。快闪。有对快闪。他说换过后面的短排架之后就变这样。对，因为它后面换成 LED 的方向灯。OK。那继电器可能没有换。
方向灯快闪的话，当然因为它改装 LED 方向灯，LED 的方向灯因为它的耗电耗电瓦数比较低，对，所以原厂的车上的方向灯继电器呢会侦测到你的耗电瓦数异常过低，所以原厂在提醒你快闪，就是告诉你说方向灯坏掉了，提醒你要去维修。所以快闪是坏掉的迹象啊。对，快闪就是代表你车上有方向灯坏掉，这是原厂的设计，它提醒你的。那法律规定1分钟不能超过几下？每1秒钟不能闪超过2下。就是1分钟120下以内是合格的。对，所以快闪一定不合格啊。快闪就不合格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测量一下电瓶，看有没有正常。还有多少？请更换电池。啊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现在有点反光，光吗？请更换电池。泰文，这台车小戴，这台是那个泰国制，对不对？对，泰国做的。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可以分辨它是原厂的电池。小戴，为什么要重新测量一次？因为我现在电池拿起来，我发现你这一颗是10号，但是它不是 S 版哦，那它的标准放电 CCA 在165，所以呢，我的仪器要再重新设定，再帮你检测一次。所以设定完之后呢？好，那目前测起来状况还可以。哦，有点反光，状态良好，电池良好，所以你的意思讲，如果很专业的人呢，要让他及格就及格，让他不及格就不及格。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样说。对对对，业界小秘密。所以啊，各位啊，这要慎选店家。不过我相信一般店家都很有良心啦。是啊，对对对对。开个玩笑，开玩笑。对，因为我们重车上通常我们用的10号电池呢都是 S 版的，所以我刚刚在测试的时候，我的10号基本是190 CCA。哦。所以我刚刚测试是用190去做测试，那它测出来，你刚刚可以看到它只有180，所以它判定会是不合格。所以它可能虽然是原厂电池，搞不好它换过，去原厂换的，也有可能。哦，对对。如果回代理商更换原厂电池的话，当然也会是泰文的电池。泰文电池。OK， 好，那升一条。好，就这颗方向灯继电器，把它换成改装的就可以了。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对啊。喂，对了。所以各位在改装那个排架方向灯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换继电器。那我在想，有可能是当时这个店家帮他改装的时候没有告知到，或者是他有告知，那车主觉得无所谓。但不管是哪个结果呢，如果各位你们改到方向灯的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那不然你们被检举也会被罚钱啊，验车也不会过。这个细节呢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了。好，刚好把这个壳拆下来，顺便把引擎周围这边这大上切切。其实车子的整洁啊，也是很费时间、很费功夫的。这个当然就留给日后车主了，想要把它变到完美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取决于他对他的爱有多少了。像我个人，如果只要有空啊，很多小细节我得要涂起来，要漆起来，啊那边打个蜡啊，啊那边上个细油啊等等，就是让车子呢一步一步的让它看起来更完美。这回去可能要用水来刷会比较好刷一点，但基本上只要肉眼看得到部分漂亮，那这样也 OK 了，因为等一下包起来里面都看不到了。小赖呢，现在在做插头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直接对接上去就 OK 了。后来马上测试一下。好，打方灯。哎，好，右边，对的，正常的。哦，这个还有隔热垫，意思说你脚在旁边的时候比较盖北哈修吗？哎，对。在这里。好。这，我现在那个小的，现在2岁多。这，老爸这有的。OK。出发前还是要补一下油。对，这个有点卡。很卡。OK， 小赖，你这台车今透懂啊？对。OK 的，好，我准备来试车的。啊，如果有任何重机维修的问题呢，欢迎来找小赖，搜寻 SS 重机 OK。好，气下。小赖，谢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够喽！啊，来到最喜欢的环节，哇！这个轮胎换完，哇，根本就像换一台车一样。所以我说轮胎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来去潮境公园那边试一下车好了。平常都是在我们那个地标那边、山上那边，还换一个方向。潮境公园那边的风景也是很棒。哎，我现在换完轮胎之后再骑，真的好好骑哦。它这个车不算仿赛，它算是跑旅，所以它手把你们看这个高度啊，其实还蛮高的。我骑这个车就很像在骑大野狼那种感觉，就是还可以蛮挺的啊。你要稍微趴一下，当然也是可以。
可是因为它的距离啊不会离自己身体很远，所以你在骑就觉得这个骑姿是非常放松的一个姿态。哇，换完油跟那个轮胎之后，跟先前还没换的那个状态啊，根本是判若两车啊！来开始体验一下忍者的魅力。哇，这个双缸的扭力也是强啊！最近接触都是 CB 系列 ，CB60 4缸，跟这个双缸一样是650cc 的车，它这个在低转扭力的表现呢，很明显的落差蛮大的。双缸的扭力真的强劲很多。看来是有大关哦，都是黑头车。另外这个车声音也蛮好听的，我记得它跟力650 RS 这个声音好像是差不多的。哇，好多刑警便衣，这应该是大关啊。我现在看到这台车有水温表，还不错哎。它的仪表资讯呢，算是非常的详细，虽然没有到很大，但是它的那个亮度啊是够的。现在大太阳，它非常艳阳高照的情况下，它的仪彩亮度还是看得很清楚。我倒觉得它的仪表做得蛮精致的。另外，我觉得这台忍者650的声浪啊也蛮好听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的引擎好像是跟那个力650 RS 是同一个引擎。跟我买车的很多都是新手，那我常常跟他们讲一个最重要的买车一定要换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轮胎。这也是我非常注重的一环。只要轮胎，我觉得，譬如说差不多只剩2-3成，那基本上我会把它换掉，因为我觉得轮胎非常重要啊，尤其是重机啊，重机这么重，对轮胎的依赖呢，当然又更重要。不要说重机啦，一般125也很重要，尤其是前轮，前轮它是导向，更重要。我觉得这台车非常适合长途骑行，难怪叫做跑旅。但是它又有着非常干练利落的，有点像是仿赛的外观，非常好看。尤其它刚装到那个短排架，超利落的那种身形。如果你想要拥有仿赛的外观，再加上非常好的骑乘姿势的车子，那这台车绝对是你很好的选择。哦，左转朝进公园。哇，好久没来这边了。这边平常假日人会非常多，今天是礼拜5，人应该还好。哦，对，今天是我的上片日，待会儿会上那部淡水购买凯旋765啊，那台车也是非常赞。刚好那个车主今天把车骑回台东，也是一个大帅哥。那我记得机车直接进去嘛，各类型机车请靠右侧免费进场。所以我们是直接进去，登记也要赞哦。对啊，重机也是机车啊。我刚刚看他有画一个那个重机的图案，哇，这个爬坡扭力，速度来得好快，好迅速，哇，赞啊！基隆恐龙生态园区，哇，多久没来这边了？他现在在作画吗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汽车禁止进入，汽车禁止，都还可以的咯。哇，漂亮！1、2、3，上一个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来好好看一下这台车的细节。哇，这边太阳很亮，看得很清楚。其实它油箱保持得非常好，上面还有那个贴犀牛皮，这个应该是犀牛皮没错，让这个油箱看起来更亮。这边这个还很新，这是旁边那个防刮的链条，回去要再稍微清洁一下。基本上这台车就完美了。好，刚刚小赖忘记把这个驻车球拔起来哈，刚好呢，我的水壶忘在小赖那边，等一下回去还他一下。哇，这个换了新的轮胎，刚骑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个样啊，真的是超好骑啊！所以各位如果轮胎不行了就换掉，不要勉强。如果变形了还有胎漏呢，一样把它换掉。它就是仿赛跟跑旅的综合体，我觉得。那侧面呢就是很仿赛的外观啊，配上这个短排架，非常的干练。它原厂的排架，说真的，我有看过，不是非常好看。那换短排架，整个看起来的这个车身质感呢就不太一样了。总之刚骑起来了，我觉得这台车非常好骑。如果你是新手，这台车真的可以考虑。它跟 CB650应该也是很多新手想要选择的车款之一。同样是红牌入门级距的车，这一台我觉得会更好操控一点。650它的转速区间要更高，那个速度才会上来。这台车我刚才骑，哇，那个一下子油门吹的扭力马上就几乎全部出来了。我回去我不确定它的扭力区间值在哪里，但是我感觉它很快就马上把它那个扭力值整个炸出来。
那这个忍者650呢，也是应该像它的名称一样，令甲，对不对？令甲就是怎么样，迅速敏捷。这台车我觉得有做到，绝对符合它的名称，忍者650。第一次骑到忍者650呢，我马上就可以驾轻就熟，完全不需要适应的时间。那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它到底有多适合新手来骑乘。而且我觉得你平常都是骑黄牌的老手，要升级成红牌，这台车也非常适合啊。如果在另外一半呢，也蛮赞的。其实这台车后座我有坐过，还蛮舒服的哦。你看它现在有点短短的，可是其实它很厚，它很软，坐上去呢蛮扎实的。抱着另一半的哦，那破掉诶，破掉诶，坐这台也是很赞，很浪漫啊。现在没什么风，天气又超好，来飞个空拍吧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差不多要回程了，天也差不多黑了，要回去收店了。待会就慢慢骑回去，享受这台忍者650的魅力。当然，这台车要小配一下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但我觉得这台车真正的功能呢，就是要让你很舒服的骑乘，但要有动力有动力，要外观有外观，要热血的时候呢，也是可以适当的热血一下啦。哇，这台车其实也蛮好配的，真的要热血没问题呢。它的重心在过弯转的时候非常的迅速，可能跟它的轴距有点关系。它短节的车身加上它的配重关系，它还蛮多重心我觉得在前面，所以这台车你稍微小趴一下，稍微压低身子骑的话，在过弯的时候表现会更好。哇，这个车拉高转的时候声音好好听哦！今天这样骑了一下之后，对这台忍者650我可以说是完全的改观了。我是比较属于街车派，比较喜欢街车的感觉，但骑过这台，我真正觉得可以拥有一台仿赛的外观，但是有的街车跑旅的灵魂啊，应该这样说。它是跑旅，但是同时又有着街车的那种操控感。我觉得跟它改的悬吊、前后避震有很大的关系。整个刚刚那个过弯的回馈，还有过坑洞的回馈感，还有直线的路感，都是非常棒的。这个目前引擎的温度，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了，所以脚边呢感觉开始有热意了。但当然没有4缸或3缸来的那么热。4缸真的很烫，一定要穿靴子。我不会开，哈就修诶。好，看它原地回转好不好转？哇，它回转半径很小诶，很好转诶。小赖，那两个物件拢小欠，你的那个驻车球还在我上面。